每当有人向我请教一些重大的人生选择，比如是否要考研，是否要换工作，或者是否要结束一段婚姻时，我总是鼓励他们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虽然这话听起来有些像是心灵鸡汤，但事实确实如此。如果你已经步入成年阶段，那么对自己性格上的特点、天赋所在以及个人喜好这些方面，应该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。有了这样的基础，你就可以依靠这些内在的因素来做出判断，而不是一味地向他人寻求意见。换个角度来说，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尽早找到那种按自己意愿行动、坚持自我的状态，因为这种状态能够极大地激发你的内在能量，让你的选择变得更加明智和果断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想法不太现实，毕竟生活中充满了各种限制，谁也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活着，只顾自己的感受未免显得过于自私。然而在我看来，这正是很多人最终陷入平庸、能量低迷的根本原因。许多人之所以在生活中感到迷茫，甚至像是被困在泥潭里无法自拔，往往是因为他们妥协的太多，忽视了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想法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已经是个成年人，那么你想学习什么专业，想在哪个城市生活，想和什么样的人相处，这些都应该是你自己来决定的。因为你内心深处的那份指引是充满灵性的，它彷彿与宇宙相连，比任何老师或家长的苦口婆心都要来得准确和可靠。退一步说，即便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，最后没能带来理想的结果，那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因为这恰恰是一次难得的承担责任的机会。遗憾的是，有些人即便到了30多岁，却从出生到现在从未真正承担过一次责任，面对过一次后果。这样的人往往很难真正成长起来，他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光芒也无法绽放，终其一生都像个孩子，甚至像一只宠物那样被哄着、被管着、被掌控着。这里有个很简单的道理，但很多人却意识不到，别人可以帮你出主意，替你拿主意，可他们无法替你的人生负责。哪怕你的父母拥有亿万家产，在那些关键的人生节点上，你还是得自己做主，因为他们不可能永远为你遮风挡雨。即便他们有能力照顾你一生，你也可能会活得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。至于什么叫做被人尊重，什么叫做自我实现，你恐怕永远都无法体会。更何况，大多数人的父母并不是什么富豪，而是普通人，甚至可能是生活中的失意者。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那就是要清楚地让别人知道你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。遇到那些让自己特别不舒服的事情时，一定要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态度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难免会遇到一些冲突和不愉快，但这没什么好担心的。你要告诉自己，这些都是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，而且这个阶段很快就会过去。时间一长，你的边界感就会逐渐建立起来，身边的人，包括你的父母和孩子，也会开始学会尊重你。最后，我想和大家聊一些稍微抽象的东西。所谓的气场、能量这些概念，其实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幻想，很多时候它们只是自信心和边界感的另一种体现。一个自信心很足、边界感很强的人，他的周围彷彿环绕着一层闪耀的金色光芒。无论他走到哪里，进入什么样的环境，他都会成为一个引人注目、令人重视、受人尊重的存在。所有美好的人和事都会自然而然地被他吸引过来。这种状态并不是天生就有的，而是需要透过一次次的尝试和坚持慢慢培养出来的。当你开始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勇敢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动时，你会发现生活中的很多困惑和迷雾都会逐渐散去。你不再需要依赖别人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，因为你已经找到了那个属于自己的内在之锚。这个锚不仅能帮你稳住方向，还能让你在面对选择时更加从容和坚定。当然，坚持自我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顾及他人，而是要在尊重自己的同时，找到与外界相处的最佳平衡点。生活中总会有各式各样的声音，
有些是善意的建议，有些可能是无端的指责。面对这些声音时，你需要学会分辨哪些值得参考，哪些可以直接忽略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强大，外界的干扰对你来说也不再是问题。再说回那些重大的人生决策，比如考研、工作、婚姻这些问题，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适用于所有人。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适合别人的路未必适合你。与其把时间花在犹豫和询问上，不如静下心来问问自己，我到底想要什么？我真正追求的是什么？当你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时，答案往往就会自然浮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失败和挫折是难免的，但它们并不可怕。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，每一次挫折都在帮你更好地认识自己。比起害怕失败，更可怕的是你从未尝试过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。因为那样的话，你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过头来，发现自己这一生都在为别人而活，却从未真正为自己做过什么。所以，无论你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选择，我都希望你能多给自己一些信任，多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你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完美，也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。只要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，按照自己的意愿一步步走下去，你就会发现，生活其实远比你想象的要精彩得多。而那种由内而外的能量和光芒，也会随着你的坚持变得越来越耀眼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